晴朗的假日午后，小树蛙一如往常的来找狐狸猫玩耍。他看到狐狸猫玩到一半的桌子正摆着几个东西，好奇的小树蛙立刻凑了过去，问狐狸猫在做什么。小树蛙好奇地问狐狸猫，是不是在把物品分为有机化合物、无机化合物？狐狸猫回答，对，之前我们有学过，有机化合物必定含有碳原子，可是一氧化碳、二氧化碳、碳酸钙、碳酸氢钠及其他碳酸盐类等，又都是属于含碳的无机化合物，弄得我好混淆哦。这些东西应该属于有机化合物还是无机化合物呢？小树蛙看狐狸猫这么烦恼，走过来说，别担心，我来帮你吧。小树蛙和狐狸猫试着用所学观念进行分类。荧幕前的你，请先帮忙小树蛙和狐狸猫分类有机化合物和无机化合物吧。他们终于排完了。狐狸猫发现这里的有机物原型几乎都是会生长的生物耶，所以有机物都是由生物制造出来的吗？小树蛙对狐狸猫说，他的想法跟19世纪以前的科学家很像哦。那时候的科学家也是用物质的来源区分有机物和无机物，认为有机物是从动植物等生物所制造产生的，而无机物则是来自于矿物、岩石等无生命物质。同时，科学家也认为无机物是无法制造出有机物的。狐狸猫突然想到，为什么小树蛙是说他的想法跟19世纪以前的科学家很像？难道现在科学家的想法不一样了吗？小树蛙回答，这就要讲到德国科学家乌勒的故事了。在一次实验中，乌勒想要合成氢酸铵，因此取用了氢酸与氨水进行合成。正当他信心满满，以为一切顺利的时候，砰！他得到了一坨不在他想象内，和氢酸铵外观不一样的白色结晶。那是什么？别急别急，听我继续说。乌勒也觉得奇怪，所以检测了这个白色结晶，结果竟然发现它是尿素，是有机物的尿素耶。狐狸猫忍不住插嘴，怎么可能？会不会是实验中有因子干扰，所以做错了？小树蛙回答，乌勒也是这么想的。于是之后，他开始尝试不同的物质合成，例如氯化铵与氢酸银，或氨水与氢酸铅进行实验，结果他都得出了尿素这个产物。这么说来，没有生命的无机物真的可以制造出有机物 ，Amazing！ 你真夸张。之后，他还把实验结果写成一本尿素的合成法，从此奠定了无机化合物也能制造出有机化合物的观念。狐狸猫突然想到，那既然以前科学家的定义错了，现在对有机物的定义是什么呢？小树蛙告诉他，就是他刚刚说的，有机物是一定含有碳原子的咯。但是也别忘了，不是所有有碳原子的化合物都是有机物哦。像前面提到的二氧化碳，那些就是无机物。狐狸猫听懂了，他接着问，小树蛙刚刚说有机物可以透过其他物质合成制造出来，这么说起来，一个有机物还可以再拆分成更小的单位吗？小树蛙大大的点头，回答，没错，但真正开始介绍有机物的分类前，要先来了解有机物的分子结构的组成。小树蛙一边拿出不知道从哪里变来的数颗不同颜色的球和一些牙签，并说道，首先，有机化合物必定是含碳原子的化合物，且经常有氢、氧原子加入。接着又和狐狸猫说，黑色球代表碳原子，白色球代表氢原子，红色球代表氧原子，而且每个碳原子周围最多可以键结合4个原子，每个氢原子可以键解1个原子，而每个氧原子最多可以连结2个原子。其中有机化合物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，
就算是原子的数量、种类都相同，如果原子排列的结构不同，还是会组成不同的有机物哦。为了让狐狸猫容易理解，小树蛙决定举个例子。他想了想，很多物质是由碳原子及氢原子连结组成，当然也有部分物质是由碳原子跟其他的原子连结组成的。不过，我们就拿碳原子、氢原子和氧原子来举例吧。每个碳原子的周围最多可以键结合4个原子，也可以和不同的原子连结，而每个氢原子只可以键结1个原子，每个氧原子则可以键结1至2个原子。小树蛙拿出了2个碳、6个氢、1个氧，请狐狸猫试试看，同样数量、种类的这些物质有几种排法。小树蛙让狐狸猫试着动手进行物质的排列组合。荧幕前的你也来试试看吧。费了一番功夫后，狐狸猫排出了2种组合，但他觉得这2种物质没有差，只有排列不一样而已。狐狸猫让小树蛙再仔细看看，荧幕前的你看出不同了吗？小树蛙开玩笑地对狐狸猫说：“嘿嘿，你可要看清楚哦，左边的分子，它的原子架构化学式可以改写为 C2H5OH， 也就是乙醇，一种无色、易溶于水的液体，大家都叫它酒精啦。而右边的化学式则可以改写为 CH3OCH3， 又称作甲醚或2甲醚，是一种无色易燃的气体。你看，这2个物质连状态都不一样了，差很多吧？”解释完后，小树蛙又补充说明，这种含有相同的原子种类、数目，但排列方式不同的有机化合物，在化学上有个专有名词叫同分异构物哦。狐狸猫听了兴奋地说：“原来是这样，同分异构物，我又认识一个专有名词了。”小树蛙也跟狐狸猫一样开心，他说：“今天学到这边，你不只学会了同分异构物，还学会了以前科学家和现在科学家对有机化合物的解读，学会分辨有机物和无机物。恭喜你，对于有机化合物已经有基本的认知咯。”狐狸猫做了笔记，邀请小树蛙一起来整理今天学到的东西。有机物过去定义来自生命体的化合物，目前有机物定义必定含有碳原子的化合物，一氧化碳、2氧化碳、碳酸钙、碳酸氢钠或碳酸盐类的化合物，以及氢化物等均含碳原子，但属于无机化合物。同分异构物只由相同种类和相同数目原子组成，且原子排列方式不同的有机化合物。最后，和狐狸猫与小树蛙一起来脑力激荡吧。在前面的部分，我们已经针对有机化合物的定义、来源进行学习，接下来便会针对有机化合物的分类、结构等进行学习与讨论。荧幕前的你，先思考看看生活中有哪些有机化合物，它们可能的结构会是什么呢？